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你的白痴毛。提到网络游戏，大家首先会想到什么呢？氪金，没错，就是氪金。现在超级良心，而有了这些设定的游戏，即使是小作坊的独立游戏，玩家也会觉得垃圾游戏，就知道骗钱。氪金原本写作氪金，因为十几年前的输入法会自动补全为氪金，所以这么一个错误的写法也就成了一个梗，就这样延续了下来。氪金最早出现呢是在明朝，文学家沈德福说到以两淮氪金为天下最，通俗点说呢就是淮南淮北，也就是今天江苏安徽那一片地方，氪金天下第一。网络游戏的收入模式比较单一，周边啊、线下活动啊什么的很难赚到钱，大部分的收入来源就只有游戏内氪金。而游戏内氪金呢，按照收费模式又大致分为3类。第一类呢是道具收费模式，也就是现在绝大多数游戏的模式啊，像剑灵、天刀、楚留香、DNF、贪玩蓝月等等，全部都是内购制，也就是常说的免费游戏道具收费。这类游戏售卖的道具是会让玩家变强的，玩家氪金后属性等数值的提升比较明显，所以土豪和平民玩家间的差距非常的大之类的。有些游戏厂家也因此改变了游戏模式，只开放 PVE， 不允许玩家间对战，这样会对平民玩家更加友好，比如 FGO、崩坏3、少钱等等。另外有些第二类呢就是买断制，一次花费买断所有游戏内容，当然后续 DLC 不算。这类游戏在欧美单机以及独立游戏里比较常见，网游呢就很少，但也有。而且由于没有太多额外消费点，游戏内相对很公平，玩起来也比较良心。典型的就是守望先锋、暗黑3、激战2。第三类呢是时间收费模式，这类游戏也很少，基本都是时代的眼泪了。这类游戏是让玩家出售游戏时间，也就是点卡来进行营收。游戏内基本没有什么道具氪金的点。说到网游的经济系统，那又不得不提《梦幻西游》。这个游戏可以说是中国网络游戏经济系统的天花板。从2003年上线至今，游戏基本没有出现过通货膨胀，而且保值率非常高。现在你花1万块钱去买一个号，玩上几个月，转手再卖掉，依然能卖1万多，甚至还能赚一点钱。端游的话有《梦幻西游》，而手游的话，做到这样的经济系统的基本没有。目前我又只找到了 Tale， 是一个只有美服和台服的手游，但是国服呢，据说好像是6月份会出。这个游戏的画面比较老旧啊，目标应该是中年大叔，10几年前玩过传奇或者天堂的那类人。但是这个游戏的经济系统设计的非常好，保值程度相当高。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以为是另一个贪玩蓝月，进去玩了玩才发现这游戏还相当硬核。除开它强大的经济系统之外，这个游戏没有自动寻路，没有商城，点卡收费，连个任务指引都没有。找 NPC 还得自己先在地图上找到 NPC 的坐标，然后对着坐标去找。UI 按键呢，甚至还可以自己随便拖。当时我就惊了。不过这游戏因为画质原因，玩家受众群也会相当的窄，青少年也基本不会去玩，除非是想顺便赚点钱。网络游戏的经济系统里最关键的元素就是货币，也就是游戏币。游戏币存在产出和消耗2部分，产出呢就是玩家做任务、刷怪等产出货币，但是如果网游一直产出货币，总量越来越多，就会贬值，也就是通货膨胀，所以还需要很多其他途径来消耗多余的货币，维持货币总量的稳定。具体到游戏里呢，就是人物修炼、点技能和装备、强化装备等等，都需要花很多钱，通过这些来回收产出的游戏货币，维持经济系统的稳定和保值。那么既然大多数网游都有这样的设计，为什么唯独 Tale 和梦幻西游保值那么好呢？主要的原因还是在玩家身上。如果一款网游开放了玩家间的交易系统，允许玩家间自由交易，那么就会有一批不是为了玩游戏，而是为了赚钱的玩家大量涌入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作室。这类工作室会使用挂机脚本、各类外挂，创建大量的小号来挂机刷钱。这些小号由于只产出货币而不消耗货币，就会导致游戏内的货币总量持续上升，最终导致货币贬值。这类工作室对于网游来说就是毒瘤一般的存在。现在已进入各大网络游戏，比如天刀、剑灵，在新手村你会看到很多名字很有规律的小号按部就班的做任务、打怪、刷钱，这些就是工作室的号。而点卡制游戏为什么更容易保值呢？就是因为点卡这种东西大大提高了工作室的刷钱成本。因为工作室要创建大量的小号，每个小号都要长时间在线挂机刷钱，但点卡游戏的时间很值钱啊。对于单个游戏玩家来说，1小时就6毛钱，也不是很贵。但对于工作室来说，他要开成百上千的号，每个小号都要购买很多的点卡才能长期在线，这就是一笔比较大的投资了。所以如果刷出来的游戏币不足以抵消人民币的消耗，那么工作室就是亏本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点卡制游戏里的工作室非常少，而免费网游的工作室非常多的原因。当然有了点卡制这种设定，并非就是高枕无忧了，还是有一些精明的工作室依然可以利用物价赚钱，所以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措施来限制工作室刷钱的速度，比如验证码。玩过梦幻西游的玩家应该都知道，每当你在线一定时间之后，都会弹出一个反人类的图片验证码，让你选择。这样反人类的验证码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防止脚本外挂，毕竟人都不一定打上来，更别说机器了，对吧？工作室除了刷钱破坏经济体系之外，这种自由交易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，玩家还很容易被骗。毕竟你先交钱后交货，交货的人突然反水，你的钱就白打给他了，玩家的体验就很难受。
太阳和梦幻基于这一部分的考量呢，又专门设立了官方的交易平台，允许玩家在上面自由买卖物品、游戏币，甚至账号。一方面保障了线下交易的安全性，另一方面呢，做平台还能收点平台分成，再小赚一笔。看到这里呢，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游戏的交易系统设计起来相当复杂了。那么有没有完全防止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呢？有。禁止玩家间的交易，按禁止的程度可以分为2类。第一类呢，完全禁止，也就是现在大多数手机游戏的设计，玩家没法交易，线下交易也最多就是个买卖账号，一劳永逸。但玩家的乐趣就会少很多，毕竟当一个奸商买进卖出赚差价，甚至控制垄断整个游戏的商品，还是很刺激的一件事。第二类呢，就是部分禁止，允许玩家交易，但交易只能通过交易行，也就是系统拍卖来进行。由于有了系统的插手，由系统来强制规定物价水平，就可以从宏观进行经济调控，这就是大家政治课本上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。最后呢，我想说，游戏的本质是什么？是体验。氪金这个东西呢，无可厚非，毕竟游戏厂家不是做慈善的，赚钱生活还是需要的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氪金不能过多的影响体验，这个最关键的核心。现在的游戏厂商总是抱着做商品的心态来做游戏，总是抱着赚一波钱就走人的心态来做游戏，使用大量不平衡的数值与充值系统刺激玩家消费，却丝毫不在意这样做是否会破坏游戏的经济、破坏游戏的寿命、破坏游戏的可玩性。大家都在追名逐利，大家都在敛财，大家都是商人。在这么一个畸形的游戏市场下，无道具收费、无刺激消费的游戏就越发显得格格不入。他们是玩家眼中的良心游戏，但在中国游戏界内的一些同行看来，他们不过是傻子罢了。如果游戏成功了，就是口碑优秀的傻子；如果游戏失败了，就是一无是处的傻子。这是中国网友的悲哀吗？我反倒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样的傻子出现，能看到更多这样用心的游戏制作者。希望有一天，我的梦想会成为现实吧。我是白蛇毛，一名独立游戏制作者，一个整天摸鱼的 MMD、AMV 鬼畜作者。我们下期。